cuts through grass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Beyond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d and not alone, a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 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 5.1， 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好，轮到你们2位了。那种重要的时刻，其实我们有很多，但是我没有写进来。对，因为我是想的是说，我希望你能记得我的都是一些真的平时生活状态里面的给你的点点滴滴。第一条是我希望你记得我们一起去过的每个城市，看到的风景，吃到美食和空气的味道。在这些所有的城市和所有的食物、所有的风景里边，有没有什么是比较 special 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巡演在昆明，然后我们顺便去那里溜达。你知道云南吃菌子很厉害，我们很满怀期待的去吃了，一个菌子火锅。结果我们在那儿等了很久，等了他煮了半个多小时，我们那饿得不行了，结果那还是很难吃的。其实我想重点说在空气的味道，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点都是跟五感相关的，我觉得五感很重要。我是记得在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那个草坪的迷宫里面，我们还在那里跑来跑去。那个时候你还挺个大肚子呢。下一条，每一次我不在家时，我给你发的小视频，还有一些情话。对，有没有哪一条视频是你相对来说最希望他记住的？因为我发的时候，我并不会说这条视频好重要 ，You gotta remember this。只是我觉得这是我一个 daily 状况，尽量的去具体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 Bruno Mars 的演唱会，在曼谷，然后那次我去了，他没去，我就会给他拍一个小视频，然后平时告诉他我很想你。是不是理解？就是其实你希望他记得你每一次出差或者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你还在想着他。是啊，很好，谢谢实话。他们真的需要翻译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跟家里人一块吃饭，宝宝在周围跑来跑去。你想他记得这个画面？对。好的，这个画面要记住。特别热闹。第4点呢？第4点就是一个蛮具体的一个事情了，就是我们自己有做一个小店，然后我买了很多家具回来，我们在一起装柜子，往往也很累，回家了以后我们一起吃一个晚上宵夜，看一部电影。就是开小店的这个过程？不是，是我们一起为一件事情而努力的过程。开小店本身不重要。OK， 最后一件呢？我想说的就是我在做每一件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很投入的时候，freestyle 的时候，练拳的时候，练琴的时候，演出的时候，跳舞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喝酒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看着他，没事我就会看他一眼，然后嘿嘿，我就给他一个傻乐，就是这样子 ，nothing。你是更希望他记得你的那种很专注的在那个心流里边的状态，还是希望他记得你看他那一眼？那一眼，这是我哪怕在心流里面，我也会去看他那一眼。哇，很感人。我觉得好像是每一个东西里面，你都很专注，什么东西你都不会忘记了看着他，所以你想他记得你，其实你做什么都好，你的心还是对着他的，是这样的感觉呢。
眼里有他的样子。你翻译的有道理。诗画真是很敏感的。所以其实就是你希望他记得所有你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不同时候呈现出来的样子。所以一方面其实就能看到你还是挺希望多给美颜留下一些回忆的，有点好印象嘛，说白了。留下一些好印象。我有一点觉得好像在梁松他所列举出来的这5个选项当中，他好像更多的是视角是向内的，他会去关注说他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可能会拥有过的一些回忆或者一些状态，但是好像这里边没有我离开了这段关系之后，我究竟想要留给他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来听听看美颜的想法。 All right， 第一条是我希望你记得我的笑容，就是他现在可能，尤其是来这里，他常常会表达出来的都是我一副很 aggressive、很消极、很咄咄逼人、很恐怖的一个女魔头的样子。所以我想说，你多记得一点点我笑的样子，多记得那份美好。第二条是我希望你记得我叫你哥哥的声音。因为哥哥这算是我对他的一个特别的称呼，昵称，对，特别的昵称。然后我会叫哥哥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平稳或者是以上的状态才会叫哥哥嘛。习惯性的这个词的发音就会比较哥哥，就是比较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调子。哥哥，我想你了。爹爹，哥哥开饭了。哥哥，对不起，哥哥，哎，记住我的声音了，记住我对他的这份特别的称呼。对，这2集都没有听见他叫哥哥。然后第3条是，我希望你记得我们和孩子们玩闹的画面。其实跟梁松讲的那个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宝宝们跑来跑去有一很像。点像。嗯，更多的是像我们经常会躺在一张床上，然后孩子们也都在床上，然后我们2个人演那个大马，孩子就骑在背上，我们就爬着走，然后整个房间都是孩子咯咯咯的笑声。这是 Anson 最期待的，真的很幸福，很幸福的一个画面，很幸福。然后你每次就会睡着了，在那个时候。那个干嘛呢？不理他。第4条是我希望你记得我们一起在沙发里的温暖，这跟他那条后半句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忙完回家打开一部，就是不管白天在哪里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回到家一起安静的享受这一份属于我们2个人的温暖。就是一起看一部作品，一起吃点什么，可以没有交流，也可以是偶尔聊2句，但是这个氛围我觉得它是温暖的。我觉得你写的这些东西就很像刚刚梁松说的要有五感，比如说笑容是一个视觉，叫哥哥的声音是听觉，对，然后温暖又是那种触感，有点类似哈。最后一条是，最后一条是我希望你记得你喝多后我对你的照顾。这个有点抽象，就是喝多后的照顾，它只是一个案例，它代表的是他需要我的时候，我为你做的事情。他很少会有表现出需要我的时候。这个我是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真的是具体的事件，它不是一个常态。对，我记得有大概就是1-2个月以前嘛，有一次可能是我过生日吧，还是哪一次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就喝得很开心，我在回来的路上在车里面都睡着了，然后他把我叫起来了，然后上来以后我就直接往床上一躺，他给我脱的衣服，帮我擦的脸，涂的水。我说哎呀，这个媳妇儿知道这老公这个时候来疼老公，我真的觉得特别好，也没有怨言，是吧？他不是那种骂骂咧咧的，没说话，就是默默的就把这个东西弄了。就是你会照顾他，
你会照顾梁松在他需要的时候。是的，我会，其实就不像他说的那样，什么都没有付出，什么都没有做吧。啊，这个事儿在你这儿还没过去。我会肯定的。就是在他真的很认真的跟我来聊完这件事情以前，他可能都一直会存在于我的心里，我也可以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因为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务都是梁松的妈妈在做，就是因为如果妈妈会为你们付出很多，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她不做了，那比如说照顾孩子呀、做饭其实这些照顾孩子这些我一点都没落下，包括老妈搬过来武汉之前，我们家家务都是我做的，但是在她那里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老妈忙不来，我依然还是会把该做的事情我能做我都会做呀。梁松，你呢？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让你来回答，是这样，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独立带过孩子。 OK， 有啊，我们有的时候带他们出去玩或者去北京，不就是我们自己独立带的吗？就是玩不一样。也许不是只是带出去玩儿，可能想说的是正常生活当中我完整的。一个人是有独立带过孩子的，他没有。或者也许美妍，我们先听听看梁松的表达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我想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他表达的不准确，回头你再给一些补充。当然，就是我其实是非常心疼老妈的一个状态，这么大年纪本来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应该是一个享清福的。她也表达过很多次，能够照顾3个孙女儿，她是内心里面很治愈、很开心的。但是同时呢，累也是真的累，每天早上起来给他们洗漱、扎辫子，送去幼儿园。我是那种就是我默默干，我也不说，他可能也就无视我，他习惯了无视我了，所以我做了什么他都会无视。然后又要开始做饭，做完饭，然后可能等到我11、12点起床，要给我先准备一份，然后要等到他3、4点钟起床，要再给他准备一份早饭。我大多数时候不会单独。我们先停一停，我们先听梁松讲，讲的是不去的。所以，那如果未来有一天，妈妈她说我不想做这些事情了，或者我做不动了，我是超级支持的。说白了，那我就再多请个阿姨就好了呗。会这么简单吗？当然没那么简单，我们自己肯定要多分担一点。我会认为，如果有老妈、老爸在帮忙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经常就只能在一些琐事上边。因为大事儿都已经有人解决了。我这里说的大事儿就指的是带孩子呀、家务啊这些大事儿。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所有这个家里边的责任哐哐落到了你们2个人的肩膀上，它会让你们的矛盾变少还是变多？我觉得是会变多，其实。那么它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有矛盾？到时候就会变成谁多干一点啊，谁少干一点啊，都会要算明白。我理解你的说法，但是我想说，当你们2个人现在还处在2个孩子的状态的时候，你们就会去比较谁多谁少。但是如果当你们成为2个大人的时候，其实谁多谁少可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必须得做。是。比如说必须得挣钱，对，必须得孩子要上学得去接送，是，然后家务什么做饭什么，是所有这些事情，它是人们已经没有办法去计算谁多谁少了，他只会去看我们2个人的分工合不合理，干不干得下去，匹不匹配。我想我可能会主要还是要搞定家里的经济问题，经济所有的开销。那也就意味着原本是老妈承担的工作量会大多数的落在美妍身上，所以除了赚钱，全部都是我嘛，对吧？就不存在哪些是我做的，哪些是老妈做的，就不存在这个模糊的界限了，它当然就会变得清晰。那个时候你们俩还会有矛盾吗？他必须得承认你付出了。
甚至有可能你会像诗画一样，你会觉得，虽然我能感受到他很爱我，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自己又没有感觉到我想要的那种被爱。也有可能。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会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会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没有发生，我很难去想象呀。但是我肯定是不会想说主动去找他争吵，我从来不会主动找他吵，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跟他计较谁多谁少，我只是记得有还是没有。我在想，美妍她有不同的意见，她随时都会提出来。如果你要是在觉得，比如说有些她说的你并不认同，你其实可以去讲。不行，老师，我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复杂，我们俩就会争论不止，然后对，然后就会变得很难收场。这样好不好？因为待会儿我们这个游戏还会有下一个步骤。如果你真的有不同的想法，只要是你真实的想法，你把它讲出来。That's right。好，梁松美妍，现在请你们从5个中划掉4个，保留1个。最后留的一条是我们一家人在家里吃饭，宝宝在周围跑来跑去。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呢？一家和乐了。是完整的。我其实留下这条，我有一点私心，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也想他能够记得这一刻，因为短短10几个20个字对我来说就是家的含义。家是 us， 不只是某一个人，是我们一起组成的这个。对，这跟当时你给我发那条留言求助的时候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所以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会很感动。我可能对家庭的整齐有些执念，因为它不是常态啊。在我的童年里面，我的印象每年也就只有过年几天才有这样的景象，这种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忙着自己的事情，和和睦睦的状态，我是很憧憬的。平时就是我可能跟着小时候更多就是我跟着姥姥姥爷，要不然就是我在舅舅舅妈家，要不然就是我在姨妈家，要不然在爷爷奶奶家生活，一待就是半年多。后来到初中以后才跟老妈一块儿生活。我老爸我可能1、2年才见一次，你说我不需要一个老爸吗？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子会说我不需要一个老爸这样子的话。I need it。有些时候就是别的老爸带小孩一起运动啊，一起打打球啊，去干点什么的，我也蛮羡慕那种父子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是这样。我印象中有过1、2次，当时可能也吵就吵进去了嘛。妈是不是因为我才这样子？那我心里是很难受的，你懂吗？小孩是我心里反正我觉得最柔软的这么一块地方。正好3个都是女孩，我这种性格正好一家子一屋的这么多女的，其实给我也软化不老少，尤其是她们3个。尤其跟他们玩的时候，能够让我暂时忘掉现在其他的身份和当下的环境，我也变成一个小孩。他们能填补我们婚姻当中很大一部分的空缺，确实是。总是会想，再不济我们这么可爱宝宝，我们有3个，你还夫复何求呢？美妍，然后梁松，你记住，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你是可以提出来的。OK。我留下来的一条是我希望你记得我们一起窝在沙发里的温暖。是他们2个，因为这是独属于我们2个人的。他要的是2个人。所以在我的这几条里面，我觉得这一条是最重要的。其
其实你和美颜的这2个画面里边最大的差别就是你对这个家的定义，或者说你觉得最重要的是3代人在一起。美颜觉得重要的是2个人在一起。当然他们都很重要，我知道都很重要，但是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偏重，所以我想知道在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对你来说会不会压力会更大一些？其实会的，对，只要谈论到我们2个之间的事情，很大概率基本上就要找。我想在离开之前，最后给你一点建议，算是售后服务。我想说，你现在的表述里边，美颜好像是一个不可控的人。如果你真的认为美颜是一个不可控或者不可预料的人，那就意味着接下来你的生活、你的婚姻、你的处境没有办法改变。就像我们在沙漠里边遇到风沙、遇到暴雨。它来了，我们就必须得 suffer，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你也不知道它来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是，所以如果你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念头，其实它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对你的生活做任何努力。对，因为你在面对着一个未知的人，而且这个未知的人他随时都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麻烦。所以回到我给你的那个建议，就是你必须得试着去理解他为什么会生气，美颜究竟怎么了？明白。如果他就是计较这个词的话，那我就把这个词跟他解释清楚吗？不是。你要去理解他为什么不开心。对，你要去理解他为什么不开心。你有任何线索去理解美颜吗？我会说出来。对，他会说，他会跟我一顿暴说。是你认真听我说的，你就能理解呀。为什么没有看到价值？会不开心。美颜，我可不可以请你做一件事情？我想请你站起来，然后把这个位置留出来。可以呀。梁松，我想请你坐在美颜的座位上，感受他的感受吗？你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这是你妻子的位置。我理想婚姻的3个关键词分别是吸引、理解、尊重。我写的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来到武汉成为妈妈，但是却得不到最亲爱的人的理解。多陪孩子在哪里？什么我实打实手机里面录的像，所有时间、地点、买的车票全部都有。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美颜对这个家的付出。你回答问题啊。没有。尤其是有外人的时候，你会对所有人的人用各种方式去贬低我。你的造型比我重要，你就这一个点，你就想它合理吗？造型比老婆重要。当时端着蛋糕看着我特别真的很开心的那个眼睛看着我发光，现在怎么变你？你现在会有什么感觉？老师，我不太理解，我说实话这个点。
我觉得就是他没有换位思考的能力，挺难受的这一点呀。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能够换位思考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所思考的那个，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诗画，我可以请你帮一个忙吗？因为我知道你是演员，演员有一个能力是可以去体会另外一个人物的感受，所以我可不可以请你现在暂时的去体会一下何美妍这个人物？她在昨天的那个处境当中，是昨天吧？昨天下午。昨天下午，她的丈夫说，她对家庭没有任何付出。何美妍，你这一刻的感受是什么？我感觉他觉得我是个废人。我没用，我一点价值都没有。我好像是在这个家庭，在他眼里，有没有存在都无所谓。这就是在给梁松看答案。如果你在他的眼里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有价值，这对你意味着什么？我就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反正没有我都无所谓，反正在他眼里没有价值，随便抛弃也可以。说话都有点哽咽了。那你相信你的丈夫？如果他真的这样说了，你觉得你的丈夫是爱你的吗？我觉得他不。好复杂这个。因为有别的事情可以让我觉得他爱我，但是我觉得如果爱你的人怎么会帮你贬得这么低？真棒。然后就很复杂，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状况才会爱我，还是不爱我？他开心才会爱我，不开心就不爱我嘛，很不稳定了情绪。因为诗画好棒啊，好棒。所以美妍，你有觉得诗画有理解到你吗？觉得姐姐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在点头。那就是你心里边的感觉。是的。还能表达出来。帮我整理成语言了。所以梁松，那不是一个你要去解释或者去找一个理由，或者是去跟他道歉，它不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对，是你的妻子，她在面对着她是一个在丈夫眼中可能是一个无价值的人的处境。你现在会觉得这个位置有点难受了吗？我觉得没有被尊重到吧。他把那个尊重想得太简单了。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每个人不说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就在家庭里面，如果被对方认为是一个 useless， 就是没有完完全全没有得到尊重。但这个尊重是要先看见再尊重。对。我想要传递给梁松，就是现在的问题焦点并不是在于道歉，或者是安抚美妍的情绪，那个只是问题的一个表征。我想让梁松去感受，或者让他去理解，就是这里边的缺失。好，梁松，你现在可以回到你的位置上了。我知道那个位置其实可能也不太舒服，因为你会觉得常常的不可控、不可预测，然后你会不小心惹得美妍很不高兴。是，美妍，
梁松还是那句话，我跟安森也讲了，不理解不是一个问题，不理解你就得开始去试着理解，不理解就是理解的开始。好吗？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做了一个很漫长的游戏，但是我其实也没有想把任何的结论带给你们。我是觉得到了快要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在心里边去确定什么是对我重要的，什么是对他重要的。然后明天早上呢，你们会一起去看日出。这会是你们最后一次集体的在一起活动，分边旅行。然后接下来你们就会分成2边，男女生分开旅行，直到你们做出最终抉择之前，你们就不会再一起见面。所以今天晚上就是你们相聚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希望你们接下来的旅行顺利，然后也希望你们在最后的几天的时间里边去慢慢确定自己的心意，然后做出一个对这18天来说负责的选择。谢谢，谢谢老师，好，那我就撤了。带给我们太多震撼了，谢谢老师，谢谢李老师。好，谢谢，拜拜。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本节目由爱他美领益赞助播出，超400倍母源自护菌。相爱的人也会被忙碌拉开节奏。别忘了好好爱自己。不如先找到自己的节奏。陪伴有时差，但爱自己随时出发。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Quiet now, the cameras are gone. Just the sound of my pen and the break of the dawn, replaying the moments we shared. 你说他心得多大，还是晴天？对。It's hard to find words for the things that I feel. Is this just a moment or is it something real? I turn the page over and take a deep breath. Scared of the ending. 一想到我们可能结束，我就心碎。哇！ 我今天选择是不分，因为今天有一个爱情的专家李老师过来，跟我们玩了一些游戏。玩的时候，哇，我就知道平常原来他是这样想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排第一的，对他来说，所以我今天选择不分。我觉得他今天选择不分。 因为今天，我觉得我感性的那一面是比较，就比较强吧。尤其是今天从李老师他引导了 Anson， 我想要我记得他去工作之前，我还在睡的时候亲我的额头，才离开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感动。这个是我的心能感受到。然后我记得李老师说明天开始我们就分开了，
在那一刻，我的眼泪就好像想要出来了，因为我就想到，哎呀，我是不是就见不到 Anson 了？那如果我们真的分开，那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我觉得很不开心，我觉得很痛啊，所以今天就感性了，就还是选择不分。选好喽。哦，没有百分之多少。懒得写了，算不明白。哇，出来了，真的天亮了，4点半了，没有日出了，已经天亮了。但是阴天也会天亮啊。来吧，来吧 ，I like it. Let's go. 你先去，谁先啊？谁先？来吧。Let's go, let's go. 哇，好美哦！哇，这山顶，月亮都还在哎。真的太美了。东北第一幕。哇，这是这一片最高的山尖尖吗？哇，天是粉红色的。哇，这边还有月亮。哇，呜！现在才是他的 timing。哦，太阳出来了哇！哦，有轮廓了。冒尖了。升起来的速度好快啊！天哪！哇，好漂亮啊！哇，好像个咸蛋黄。哇，你看现在这个太阳好亮啊，已经完全出来了。对呀。这种时候应该就要喊口号，再见，爱人，See you again。好，哇！一起看日出，真的好开心，因为好美。明天就是会分开了，男女。哎呀，很不舍得，说哎，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那这个结束是不是永远的结束？就是我们不会有机会再这样呢？我很开心这段旅程，我自己有所提升。最大的收获就是，不管我们最后选择是下车不下车，我都即将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意义是非常之大和非凡的。车就係這邊，我們走過去。好啦，我們走啦，來一起走吧。有啊，放。你早餐幫你拿上車好不好？有這個，我幫你拿。來 ，Let's go。分邊了要。哦，就见不到了。哎呀，好熱啊！如果有啲敏感，就飲少少好啦，咖啡先知啊。好啦，我過去啦。OK，好啦，過幾日見。辛苦你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走啦。辛苦你啦。好啦，我哋好啦。過幾天見啦。哎呀，不要動，你唔好望我。沒有啦 ，OK， 好啦。好啦，拜。拜。哦，过一个。拜。很克制的一个距离。你过来一下。你那样说过之后，我是什么感觉？昨天他们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嘛，对不对？你想想，然后
那你得做点什么呀？像你道歉，我昨天也说了，你那样的道歉其实更像是解释，并不会让我更好受。你只是把你的话补充完整。你确实，我刚刚说的是气话了，0分是气话了。我现在说一个真话哈，是5分，你就是会让人好受吗？不会好受一点。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就来找我做什么，是不是？他就还是要他道歉。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是要在一起过日子的。我感觉我跟你在一起，好像是在做科目1考试。如果我这个不要讲太大了，东西没答对，你就回去重新考，你下次再来考过。你永远就像一个高高在上考官。我跟你说了道歉，但是不对，我不知道要怎么到你的心趴上。你不是在道歉，你那个态度就不是在道歉。我可以有不接受的权利，对不对？你的道歉，我觉得没有治愈到我的伤口，我可以不接受，对不对？我这么难受的情况下，你又什么都没做，我要配合你一起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吗？李实话也白说。我想想，好吧，我去想一想，思考一下。你有2天的时间，我也有2天的时间，我去思考一下，我该怎么做，未来我们该怎么走，我做不做得到，和要不要，有没有必要，你还是有选择的权利的。Alright， 选择权接不接受的权利还是在你手上。你看你现在态度，你现在态度像是在威胁我。我们要走了，我们要走了。我没有办法做到你的这个点，你突然之间来到，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哄了你3天，一件事情我哄了你2、3天，我没有办法。梁松，你没有在哄，你只是在把你自己的东西输出给别人。男生嘛，大气一点。好了，珊珊，我要休息了啊。李世华和安森好辛苦。眼瞅着快要上下车了，你这个事儿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上来本来就是找问题解决的，结果绕了一圈，看到点希望，夸又失望，看到点希望，再次失望，然后都一直在这种反复。临走到了，他还在给我这儿发脾气呢。我天天编一堆谎话，把你哄在童话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生活就能改变了吗？大姐，不会有任何改变，只会越来越糟糕啊！大姐。我就是给他哄得太好了，每天把什么东西都给他安排好了，他才这么不努力的，才没有自我了，才懒得每天只是也不运动，也不起床，也不睡觉，也不写歌，还要我怎么哄你？你觉得你没有价值？那你创造价值啊！价值不是我给你的，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认同啊！开心一点啊，好。OK。哎呦，不好意思，哎呦。真的。我们还会见。这边这么甜。你的样子从昨天开始中午就是这样哦。大前天啊。前天嘛。对，前天中午。这个你的憔悴，你的 energy 是棒。我想不到，就是我该道的歉也道了。你说你道歉道的不到位，你道歉道的不到位，我不接受。我追了他。这是第3天了啊，这个对他来说也很陌生，一般都1天就好了。你需要怎么样的道歉？我要怎么样能够你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程度上道歉？在我看起来，你就是不想跟我好好过日子，回去也是这个样子。我其实好纠结，之前我都在想下不下车的问题。我觉得你们这个状态是分不开，暂时是分不开。但如果他依然像现在这样子，就是你如果有新的认识，是不是可以跟我交流一下？你也没有，就反而来要求我要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你看，你能听到你自己说话吗，美妍？你现在自己说话，你是一直在说他怎么，你应该怎么，你应该怎么，你应该不能够这样的。说话好厉害。你其实表达不是说你应该这样，你还在指责他。对，你说你应该不行的。现在我感觉是你每一次有一个指责，或者说你叫他怎么做，然后他就会觉得你在教他怎么做，他应该怎么做。所以你说哦，我这样其实听起来还是你应该。对。跟你一个事儿，我道3天歉了，我还怎么道歉？
对吧？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看到的东西，我回答了一个问题，我说一点实话。你给我生了3天的气，这来的这16天里面，它至少应该有个1半左右都是阴天吧？是吧？他一个人的阴天，我觉得应该比我们其他所有人的阴天加起来都要总和差不多了。我这做的太差劲了呀！我多差劲嘛？太累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哇，真开啊！哦。哎呀，下雨了！哦，哇，很好哎，太好了，今天睡个香香觉，做一个香香的梦。今天晚上是我们 date night。哇，现在住进大别墅了，从帐篷。辛苦后甜啊！哇！哦，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床睡了？哇哦 Come on！ OK， 饭都准备好了。哦，有扭蛋机哎，我有一个同款。啊，游戏来的应该是，看看房间，太棒了。丢 pads，OK， 哇哇哇！喂，看看房间 ，Come on，太好了 ，It worth it， 很值得的。那我们先干饭吧。哇哦哇哦哇，好多东西吃呀！哎呀，还有 cheesecake， 吃饭啦！它那种油醋汁的好香啊！哎，好久没有吃过西餐了。我现在觉得我是个粗人。好安静。Girls Day，哇，我们第一餐是西餐的。第一次吃西餐。我终于不用带着负罪感睡觉了。是菇。哇，这土豆片真好。不觉得？Girls Day， 今天就觉得有点，因为今天我，走之前也抱了他。我看到了，我抱了 Anson 2次。就是有点舍不得，有一点不舍得的感觉。我还好，本来是有点觉得可惜，就是说再见的时候再吵架，但是我一想，明天还见就还好，挺享受现在的日子。其实我不是说会不会见，我就是觉得这个旅程结束，然后可能会回去那个他原来的状态，很大机会没办法维持。你快把你的24小时用上，你的有专线。对，我今天晚上。所以我觉得一定会有帮助的。待会也有一些你问什么都可以的一些游戏。好了，打开那个礼物。哦，999感冒灵，答案之书。答案之书。好，999感冒灵。爱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每一段旅程都有它的温度。感冒灵一直用温度守护爱人之旅，帮助大家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感冒灵陪你解答你内心的疑问。你可以尝试问问答案之书这些问题。明天还会有温暖的事情发生吗？现在的他能够对我感同身受吗？我们能够变得更懂彼此吗？好，你们先来吧。好，我来一个吧。Anson 现在那个状态是能维持吗？
能一直维持到老吗？哇，还要到老哎！什么？一条没有鲜花的道路。哦，都是掌声，没有鲜花，夺冠了，呜，都是掌声，没有，就是没有浪漫嘛。但是至少有条路啊。对呀，我真的爱他吗？啊？多讀一本書。多读一本书。我给你的那个药方呢，就是要多看书，去了解自己，去学习。对上了，对上了。哇！我很喜欢看书，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其实他之前给我什么发？是，我觉得你去，等一下就去买书，去找一本。可以吗？我爱他吗？就买这本书，一定有这本书的。OK， 好的。OK， 多读一本书 ，OK， 同意。我想好我的问题了。多读一本书 ，OK， 同意。我的问题是，家庭整整齐齐是我最大的执念。我应不应该坚持这份执念？什么？开。挽留。这答案很明确。对，好厉害啊。OK， 那还是要坚持。因为我，对我是我成熟一点吧，我就多做一点 ，OK。好像这是命运给你说的。我来问一个我想问的问题：我该不该下车？可以问吗？可以啊，你问。多余，多余笨。这个思考多余了。就是你不要想这个事啊，多余，想太多了，多余了，你不要想。我不想，我咋做？我下车不下车？薛定谔的车，他只要不打开，我就是处于既下又不下。你问这么多问题都多余，要不就从你的心去感受。我跟老梁会迎来，他现在都叫老梁，不叫哥哥了。理想中美好的生活吗？告别。哦。再见，再见，拜拜。再问一个吧，再问。我是不是真的对梁松不太好？是不是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自己哈，慎重回答。无谓的徘徊，不要再多想，还是多余，还是多余，一样的。多余，告别，无谓的徘徊。就是我们老纠结在一些没所谓的东西上。我要改掉的就是无谓的徘徊，别老在那无谓的事情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们都是解题达人呢，越抽越真相。不抽了，不抽了。我问一下，类似的，我要不要下车呢？后天。噔噔。什么？什么？原谅。哇哦啊！那就是让你下车。原谅我还是原谅他呀？原谅他呀！你翻的肯定是你去原谅。但我没有生气他呀。他建议你下车。他说的，他说的。他说的，他认为这个是不是 Anson 设计的？再嚟呢個，這個挺好喎，我覺得挺好，再來一個吧。我的問題是，我能不能找到自我？為什麼會沒有自我呢？你年紀大了，應該越來越看得清楚這點嘛，不是嗎？你这些問題都挺妙的。因為我是曾經非常明確的問題，我有非常明確的答案。問題有啦，來吧，1、2、3，開！3、2、
2、1，看，哎喂，Come on， 对吧？太糟糕了，你的自我太糟糕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这个问题太糟糕了，我不行，我要重新玩一次。你自己玩一把，我还想还是刚刚那个问题啊？你给我翻一下。OK， 帮我翻译。 I would love to help。再问一次，我马上开，问题精准啊！1，我能不能找回自我？又问一次。不要做出任何决定。哎，这个书有问题啊！你不能放的你喜欢的答案吧 ？Come on， 不要做出任何决定。我悲惨的一生啊！没关系。I don't want to be there。没关系 ，Actions be different, right? Action you show different, so. All right. 哇，这个真的搞笑！哇塞！我看看这本书可能还可以买。答案之。多看书，多看看答案之书。答案之书了。哦，搞笑！我从来没玩过，真的很搞笑。很搞，我以为里边是写很多事情。我不服，我要再看一次。明天再做了这个，这样不准许吧？我服了，我服了，是吧？无条件的付出，什么东西啊？人在做，天在看。我要无条件的付出，不要做出任何决定和太糟糕了，才能激励了这3个条件，才能找回真正的自我。No one is easy. No one is easy. 哎呀，我也觉得很乱，现在越来越乱。哦，解法了。老师好，我是李诗画。我跟 Anson 一起8年了，分手复合无数次。去年的12月，写草稿了，正式分手了。我每次我跟他分手，他都会说对不起，会道歉，说会改变，但是改变的时间也没有很长。我其实真的是觉得他爱我，我也感受到其实我对他还有爱，所以其实具体来说，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人真的永远都不知道不能共情，在一个关系里面，你要给几多次的机会，才算是对得住自己。我希望有个答案。谢谢老师。没有共情的人，没有共情。他没有他觉得他很孤单，他就知道一个人。对。Anson 也用哎。因为来到最后了嘛，这个感觉很多啊，很多有甜啊、酸啊、委屈啊、开心啊、梦幻，什么都有一些，挺复杂的。我希望多一点不同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关系，还有跟不同的人聊这个感情事，我改好一点。很多时候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我都不知道重点在哪，所以每次我就很快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其实过去我都不太明白的。然后我过来，我现在学一点点，但是不是太多。所以在这里，我想问一下，譬如说，我跟他沟通，平常我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当有些问题我不太明白的时候，我应该用一个什么的态度能跟他讲？你们能给我一些建议吗？好快哦！马上就要到最后抉择，36问，最后抉择。所以在这个时候 ，Anson 跟诗画他们2个人启用了有解法。刚才彦斌好像说诗画好像
在寻求一种支持。太孤独了。我觉得诗画其实他很认真，他打了草稿对来问这个有解法。他其实来这个节目当中，他提及了好几次，他就是说，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些确定和建议，哪怕是让我说结束这段关系也可以。他其实很需要那个 support。对，诗画刚刚他其实讲到几个点，我觉得我听到的最重要的2个点是：第一个，我确定他爱我，我也有对他的爱。第2个点是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没有共情，我真的要等他教会他还是怎么样，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这段感情捡起放下，捡起放下。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一个这么爱他的这么好的人，但是不懂他，不理解，所以我要放弃。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诗画在整个18天的旅程中最纠结的点。对，感觉他这个在天平上的折返跑，还是因为他没有答案。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是不是想把这个答案交出去？我觉得他已经到了那个压力的临界点了，所以我觉得他选择找解法。对，是的。他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其实我对他还有爱。这个话之前他很谨慎，但是这一刻他却在表白。诗画跟安森2人提出的有解法，其实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李诗画在说安森不能共情，我还要给多少次机会。安森说的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生气，你说的就是你，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共情他，所以我才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对，所以他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对，一个在问值不值得，一个问配不配的，对那种感觉。对，而且安森说的我真的爱他吗？我也蛮意外的，他怎么会说我真的爱他吗？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带入安森啊，如果这个人我一直搞不明白，我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我一直不知道我该怎么做，那我这个人我真的爱他吗？如果我真的爱他，我怎么会一点都不懂他呢？他这么想跟他在一起，这很明显，在一般的意义上你就是爱他嘛，对吧？但是他会怀疑我这样孜孜以求，然后不放弃，这算爱吗？像弗洛姆就会说，他是存在，不是拥有，不是占有一个人。我们一般都把爱情说，哎，我拥有了这样一个爱人，那就好了。但爱情它不是说有了谁，或者有了一个物，或者有了一个房子，它是一种生命实践，要构建一个我们，对吧？然后你抚育它，长大，有的呢就胎死腹中了，有的呢英年早逝了，有的身体健硕，长命百岁。所以爱情的命运都不一样的。凡是生命性的东西，你就必须成长，滋养它，成长才能是这样。我觉得诗画的想法呢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有过这个，但是它好像先天不足，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他心目中对他的爱到底是什么？只是追回来是比较重要的。是的，觉得占有就是爱，占有了就有了的，所以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的爱情复活吧。我觉得这个他已经非常坚定了，他那个感受性太强，也可能是他生命中从来没有那么感人，因为其他所有的事情你一个人努力就可以，总是有结果。这个事情不是你越用劲就能保证成功的。所以安森一定要突破自己，做一件他从未做完的事情，就是看完一本书。所以答案之书真的好妙，翻到的那一页就是多读一本书。恰好的之前有个那个微博热搜，就是说诗画让安森多读书，就是那一段。对。那大家期待就是有解法会给诗画提供什么样的答案？不要给他答案，不要帮他做选择，听见你内心的声音。对，是的，就跟那个丢硬币一样，他抛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想往哪儿掉。对。分开旅行之前呢，相比另外一对2度拥抱，梁松跟何美妍这一对是完全是不欢而散了哈。他道歉道不好，其实李宗伟老师说得很清楚的，不是道歉的问题，是你根本没有理解他为什么不快乐。而且他们也经常说没有把我哄好，其实哄这个也是不对的，哄就是把美妍就变成孩子了嘛。梁松一直是在打发他的，就是他不是真正解决，也没有真正的去探索他的感受，他就是好多事情是不了了之，
但是其实那个美妍也是一个在情感上高度敏感的人。我觉得李松老师肯定没时间了，有时间呢，让美妍坐在梁松的位置上坐一坐。你觉得他为什么不能给出一个好的道歉？你在他的这个位置上能不能想一想？因为他们是相互都有互为因果的，我觉得，对吧？对，是的，是的。我觉得梁松他想要的是一家和乐、热闹的、有家庭氛围的，可是我觉得何美妍她只想要永远做她的小豆豆，就小豆豆跟哥哥2个人就好了，她看不到什么其他的。因为他和梁松想要的那个终极画面是相悖的。非常同意。梁松觉得，如果我要那个画面的话，你需要尽到妻子的责任、母亲的责任、儿媳的责任，你需要尽到很多很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你何美妍，你没有尽到，你只尽到了一个，你现在只是一个女朋友，她都不是妻子，是恋爱中的小女生。对，梁松为什么就能这个头皮那么硬，就是死活不说何美妍有付出？有到这个份上吗？我后来觉得，如果梁松是站在那个立场上，他去看何美妍的话，何美妍的那些零星的付出吧，可能在他眼里真的不算付出。而且梁松会被一些情绪给误判，因为在他脑海里，就是美妍天天问他你怎么不爱我，你爱我不够，这个东西在他脑海里占的位置太多了，把他本来应该看到的美妍做的那些贡献都给淹没了。我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感觉，当梁松在说何美妍没有付出的时候，尤其是说你陪宝宝，你睡到几点，你没有怎么陪宝宝，何美妍是非常反感的，又是抓头啊，又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梁松说的不一定不对，但他可能只是说的太极端。何美妍应该确实没有做很多，但是何美妍作为一个母亲是不允许别人说，我可能确实陪得少，但你不能说。对。当梁松最后一再的追问我的自我怎么办，他在问的是什么？他的痛苦是什么？我在想，他勾勒出一个人生画面，就是全家人齐齐整整。如果这个画面没达成，就是我太差劲了。但是家庭没有这么容易达成那种和美，不是说一个人出去赚钱回来，这个家庭就能这个样子了。对，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觉得梁松的他的委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叫做一个这么年轻的老婆，已经给你生了3个小孩了，你还想怎么样？对。就是这句话是他已经不知道怎么该去反驳的事情。他像一个这个屋子的天花板，他再捅也捅不破。他就觉得说好，这一切都是我应该的，我应该承受的。然后呢，他就会过度的去想这件事情，他所有的做不到的事情、难受的事情，他都会往这件事情上去推卸。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过一个出口，因为上面是他妈妈。他妈妈理解得了吗？能理解，而且你看得到很疼爱梁松的。对但是他妈那道线已经封掉了，因为他告诉你，梁松你要长大了，因为你今天身份变了，你怎么都得你学会这道题。然后美妍又是要不断的追问他的一个人，所以他没有出口。其实梁松他今天的死局是在这儿，就感觉处处他的情绪门也被堵掉了。梁松一直想让美妍支棱起来，寻找她的价值。他想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想要她好，他一直想要她成长，而不是窝在家里。但我觉得他要陪着她一起成长，而不是只是在旁边帮她打分数而已。是因为时间花在 A 上 ，B 就轻松了。也是啊，是这个。所以他跟他说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你赶紧去忙你的。所以我让你支棱起来，并不是真正的我的需求，就只是说你去忙了，我就可以轻松了。就包括到最后上车也是美妍放不下。对呀。梁松就说：“我们分开2天，大家好好想想好不好？”对，他的姿态是这个。或者说，还有一个跟这个类似的一个可能，就是美妍代表着一种梁松不想要的人生。他真实的痛苦就是我如何面对我不想要的人生。那他的方法就是把你支棱出去，而不是想我如何面对。对啊。但也有可能美妍支棱起来了之后，并不符合梁松的预期。那有可能。他们2个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是的。你看他
硬了2-3天，我觉得他就已经受不了了。那万一支棱起来不理我了？对啊，我觉得他也得有这个预期。对。虽然梁松跟美妍2个人分开旅行之前是不愉快的，那也来猜一猜他们最后下不下车？我觉得美妍得看36问，36问梁松要是又把美妍给逼急了，我觉得美妍就不下车了。我这个非常的茫然，一方面我觉得不能低估一个离婚的艰难，但是也不能低估一个仪式的激励。大家不妨在做困难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先设计一个仪式，然后这个可能能帮助你去做那个艰难的事情。哎，这个是好主意。绝大多数的离婚都是非常暗淡的，但是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仪式。分开旅行前呢，有人依依不舍，但是也有人一直在埋怨对方，还有人犹豫不决犹豫不决。那下一期我们再看到呢，就是非常令人期待的36问了。天哪，好期待啊！超期待我们一定要在这边多准备一点纸巾，应对于我们心情的跌宕起伏，好不好？再见容易，再见很难。下一期催更团在这里一直陪你，拜拜。哇，这是什么地方啊？哦，好美。抉择前夜36问，来了。觉得最后一天变漂亮了都。打扮好，以最好的姿态面对对方。我觉得一个完美的日子就是跟我爱人一起起来6点，爱人也要6点，挑这个好的餐厅，上班之前亲我。我只想说的是我爱你，我爱你是没条件的。你年轻，你漂亮，你有才华，他就想听这种。长得帅，有一定的财务能力，然后有责任感，3观正，很重视家庭啊。哇，从头夸到尾。这一集的36问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和对方结婚吗？不会。你换个人不好吗？为什么非得是我呢？意思就是他连累他了。难评。我不甘心，我不甘心，我在一个最亲密的人心里是一个会作假的人。我好怕你。我也好怕你。好无力。我希望你真的尊重我，并且感恩我。我们应该早就离婚了。梁松，你完蛋了！我不能再跟你一起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的，让它就这样过去。我感觉你好像没那么需要我了。他是不是有点慌了？满意了不？我有一个预感，他要出其不意。我可以帮你回答了。不，看问题嘛，林小姐。有情绪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吗？其实为什么你想跟我在一起？我想知道。这呢？你为什么想要跟我有个家庭？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听不到东西这里。把他考耳鸣了。他们我都懵。你一来你就否定我。但其实 I feel hurt。他到底想要得到什么答案啊？我觉得李诗画不会下车。我觉得如果李诗画下车，我接受不了。我现在对最终抉择非常的期待，我想看胡老师到底是谁。滴滴答答，时针一响，都很冷酷。最初我们结束这相处，而我此刻却拿不住你眼泪的去处，就尴尬说出，要不我们再处一处。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在，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
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在，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家爱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爱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百度网盘，搜索在家爱人5，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